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今麦并非一路顺风，3部剧扑街背后的真相你知道吗？说到今年娱乐圈谁让人一言难尽，那赵今麦绝对能排个号。手里攥着一手好牌，资源眼看着比大盘鸡还丰盛，结果打下来却风平浪静，活像下了锅没开火，捣鼓半天没个油星子。这姑娘的剧明明开机时声势浩大，粉丝们仿佛过年抢年货似的关注，开播再冷问问身边朋友你追了吗？多数人脑袋摇得比拨浪鼓还欢，甚至还得百度一把才知道这都已经播完了。感叹号！这热度是真让人服气。最魔幻的是，赵今麦挑的项目可不是啥糟糠剩饭，其中有桐华大神小说改编的原著，12万人读过。谁家起点女频看小说的闺蜜朋友圈没安利过桐华？原以为大爆稳了，结果剧集上线才2.8万人看完。不是，这还不如小县城广场舞大姐们刷《甄嬛传》的人多。大家都自信的以为赵今麦加桐华那是要先半边天的主，结果实际效果像东北的冬天冷得窒息。顺便说一句，偶像剧扑街指数已经快赶上股市黑天鹅了。吴磊一出场，搭档更添人缘，本以为要来点小甜剧大招，结果啥？网友吐槽亲热戏比犯罪还缓慢，不怪观众脑补太多，主要是气氛太贴着地面飞。两人路人缘全靠正直，热度也就是那种挂在天边的打折标，你看见了，却没啥购买欲。真不是黑，但数据放在这，跟去年吴磊搭档周雨彤那部比，简直是别人家孩子前任还不如现任有路人缘，结果人家热度和口碑就是高，这波血亏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剧未开播前，各路剧粉疯狂舔屏吆喝这个饼不给我家姐姐哥哥吃掉我不活了。可等真官宣后，个个秒变财经博主，惦记起剧会不会砸钱打水漂。这圈规矩太真实，明里帮衬，私下都想着谁家能蹭成流量暴击。可惜剧情真不争气，播出后讨论点全在男女主妆造像村头照相馆出片。造型师你是失眠了吗？这些槽点上，除去土味妆造，主线剧情讨论那是真没怎么出圈，甚至豆瓣评分都没及格，稳稳跌进大虐坑，扑的山响。下来，赵今麦这3部偶像剧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就算圈里人想尬吹都心虚。粉丝倒是乐观，还把希望寄托在后面一部顾漫 IP 的《骄阳似我》上。宋威龙加入，大家眼巴巴盼着能翻身。但站在吃瓜群众这边的心理写照你别说，咱也想看热闹，可你的先让咱想打开剧，又能耐心追下去不是？不少网友真心说，现在这些 IP 加流量加大制作组合的大剧，有点像东北饭店里的铁锅炖大鹅，卖相气势汹汹，上桌后才发现就是酱油水里泡大骨头，看着下饭，吃起来寡淡。一通3连，把小说改编流量艺人大制作3板斧轮番上阵，好像观众就该买账，殊不知好点的剧能火全靠内容自己硬。前有杨紫、赵丽颖同样 IP 女主，虽说演技也时有争议，但起码每年都能有爆款。退一万步讲，人家剧播时真的能搅热全网话题池。再看看赵今麦，观众缘人均中上，却演一个扑一个，想红红不起来，想糊糊不干脆。和你隔壁街溜达时碰到的二大爷买瓜，你总觉得他家瓜不错，真掏钱挖开，味儿就是微妙，熟但不甜。有人说这是平台背锅，也有人怪市场换代太快，资源跟不上口味，实则还是内容为王。这年头，互联网一声咳嗽，3线小镇小学鸡都能跟风点评一句，靠流量眼球圈钱的路越走越窄。观众再小众，胃口也得好好伺候，饭不能做成草料堆，
的来点真材实料，主角情感要顶住观众挑剔的嘴巴，情节更的昏头对花，咔嚓一刀下去不割肉不回头。赵今麦为啥在偶像剧这块地盘上总是种玉米收高粱？有分析靠着平台推广不给力，有抱怨剧本、宣传、剧组水平的。可说一句大实话，现在弄个流量与 IP 挂钩的剧本容易，讲个真能戳到人心的故事，就和让东北大鹅上天一样难。这就像你家隔壁老李头，天天看新闻联播习惯了，你突然给他放部悬疑爱情偶像剧，他光念叨这不胡扯吗？我们村就没这人设，所以刚上来说，内容错位，设定悬浮，演员再有资源也是白搭。看看骄阳似我，粉丝希望全压在宋威龙这张王牌上。宋威龙人气着实不差，但大 IP 翻车的前科也不少。其实观众不是不爱新面孔，只是怕救火队员临场掉链子。赵今麦和宋威龙这组 CP 好不好磕，还真是个玄学问题。巴拉巴拉过往的数据，顾漫的 IP 改编要么大爆，要么扑街，走钢丝都比这稳。搞不好这又是个玄学大盲盒。粉丝和吃瓜群众坐等开奖，结果究竟如何，还得真刀真枪的拍出来播出来才知道。要我说啊，现在偶像剧市场的水已经混成泥浆，资本、流量、IP， 哪个不喊自己才是制胜法宝？偏偏忽略了最根本的，好剧就得有新鲜劲儿，有生活气。赵今麦再美，再有人缘，说到底观众不是粉丝的提款机，也不是资本随便割的韭菜。的拿点真本事，甭管复杂不复杂，烧脑不烧脑，但得有故事，有温度，有情感，的让人看得入戏，琢磨得进去。再看网友反应，那叫一个真实。豆瓣弹幕、知乎入侵、饭圈互怼，各种调侃。下次拍这一类麻烦别找赵今麦了，实在对不起他。也有直言每部偶像剧像在刮彩票，一次次失望就一次次刮出个谢谢参与，还真是说到心坎上。观众不傻，人家不买账不是因为演员长得不行，是觉得你故事啃起来没嚼劲，妆造做出来像便宜滤镜，谁也不愿意花时间陪你踩坑。等着看赵今麦逆袭的瓜友们，其实是希望这股资源风真的能成事，别老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别把偶像剧这个类型做10成工业糖精加土特产，大伙都嗑得上火，嗑到最后没个甜头，就没人跟你疯下去了。现在的市场早就脱离了流量及真理，抢流量的多了，能把故事讲明白，把角色演出来的才是戏骨。以后的骄阳4我到底能不能逃出升天？赵今麦是不是能靠这部刷回偶像剧口碑？这事儿还真不好下定论。要我的话，希望他能试试别的类型，魔幻点的、现实主义的，甚至土味大剧都未尝不可。别一根筋死磕偶像剧，换个口味说不定就是一个新赛道。毕竟观众的心和东北的天一样，说变就变，你不来点新鲜的，预警都没打，风就刮跑了。最扎心一句偶像剧不是谁家艺人的练手场，真要砸钱、砸 IP、砸头部演员，那请把剧本跟上，别整天指望观众为流水线爱情故事哭天喊的。流量过后，沉淀下来的永远是内容和演技。赵今麦你不仅要拼资源，还得较劲的拼实力。整个行业也一样，该换脑筋了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得真动点脑筋，积点人品，别让市场成一锅夹生饭。说到底，你们到底还会为下一部赵今麦偶像剧准时守着大结局吗？还是和我一样，心里都是且看且珍惜，只要故事吸引人，谁演都能追。观众的眼睛里，真的只有演员的颜值和流量吗？还是故事才是最硬的王牌？欢迎留言砸场子，咱们唠嗑。